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，听起来有点吓人，但却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主题——台湾的未来。前 Google 台湾总经理简立峰，他提出一个分析，说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悬崖边上，5年后就没人才了。这到底是危言耸听，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？哎，不管你现在是学生、是上班族，还是自己创业当老板，相信我，这集内容跟你的未来绝对有关系。我们就来好好的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一开始就来点猛的。简立峰直接就丢出这一句话，坦白说，如果没有 AI，台湾的现况几乎可以说是没救了。哇，这句话是不是真的很重？但我们先别急着反应，也别急着下定论。这句话背后的数据跟思考逻辑，才是我们今天真正要去挖的东西。所以讲得这么严重，难道台湾真的没戏唱了吗？还是说，其实在这种看似绝望的状况里，藏着一条我们还没看见的活路？今天的分析就是要来找出这个答案，跟我一起看下去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台湾的定时炸弹。那这个定时炸弹它的隐性到底是什么？其实不是什么复杂的经济理论啦，而是一个很冰冷、谁都躲不掉的数字问题，也就是人口。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倒数计时器，正在安安静静地决定台湾的未来。6523，这串数字代表什么？这是今年2月整个台湾新生儿的总数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就只有这么多。简立峰就用了一个很传神的比喻啊，如果这是一家公司的业绩，这个 CEO 大概已经被活掉800次了吧？说真的啦，各位，这已经不是什么警讯了，这根本就是国安等级的灾难了。那这个数字会带来什么后果？简立峰的预测非常的直接。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你把时间快转个5年，到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企业开始哀哀叫，因为找不到年轻人来接班，这就是人才危机。好，接着你再把时间轴往后拉到10年后，情况会更糟哦。到时候不只是没员工，连买你产品的消费者可能都不见了，这就是市场危机。其实你仔细想，从童装店到妇产科，这个趋势早就已经开始了。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，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，简立峰把它叫做台湾悖论。为什么会说我们可能会穷的只剩下钱？这听起来很奇怪，对吧？明明有钱，怎么会穷呢？我们来看看。你看，我们眼前其实有2个完全不同的台湾，简直像平行时空一样。一个是超强的台湾，我们的股市市值冲进全球前10名，用晶片撑起全世界的科技发展，很厉害。但同时，我们拥有一个很脆弱的台湾，天天在喊五缺：缺水、缺电、缺地、缺工，还有最致命的缺人才。这一句话真的把这个矛盾点讲得太好了。一个岛要撑起一个地球的晶片需求，但这个岛这个月却只有6000个小孩出生，这显然是完全无法持续的状态，对吧？这就像一辆引擎是法拉利等级的跑车，但它的油箱泡见底了。所以这时候你该做的不是继续猛踩油门，对吧？你该做的是赶快找一条新的路，一个全新的策略，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好，问题我们都看清楚了，那解法是什么？重点来了。简立峰提出一个格局非常大的概念，他称之为新大航海时代。这是一套为了生存而必须要采取的策略。这个策略的核心精神，其实就是去学荷兰这种小型的海洋国家。他们是怎么成功的呢？说穿了很简单，让别的国家的人才变成你的人才，让别的国家的资源变成你的资源。哇，这听起来很霸气，但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务实。既然我们自己的岛上生不出足够的人，那我们就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变成我们的精神国民。以前我们讲台商出海，那比较像是去海外开分矿，追求的是便宜的人力，也就是 manpower。但现在我们讲的出海，目标完全不一样咯。现在的出海更像是要去组一支复仇者联盟，目标是寻找那些高价值的人才，也就是 talent。这是一个从 manpower 到 talent 的根本转变。
所以整个逻辑串起来就很清楚了。新的战略就是，既然我们穷得只剩下钱，那就带着我们的资本到海外去进行策略性的投资，把全世界的资源和最聪明的大脑都变成我们发展的衍生。就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台湾哦，正好相反，而是要让台湾升级，成为一个全球资源调度的大脑跟总部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会想，哇，这听起来很棒啊，但是做起来也太难了吧？没错，在过去这确实非常困难，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我们手上多了一样，你几乎可以把它当成是外挂等级的超级武器，那就是 AI。就是 AI 让这个新大航海时代的战略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得真正有可能实现。这句话说的真的太精准了。AI 让地球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没有了边界。你想想看哦，过去的网络时代，虽然资讯流通变快了，但我们还是被一道道语言和文化的高墙给挡着。你看不懂日文的网站，你也没办法跟越南的客户博感情，对吧？但是 AI 就像什么？就像一个万能的翻译机，再加上一个超级文化顾问，它直接把这些高墙全部都给拆了。我举个超简单的例子，你马上就懂了。假设你今天想去印尼卖包子，以前你可能要花几百万去做市场调查，请顾问，现在完全不用，你直接打开 AI 问他，印尼人喜欢吃怎样的包子啊？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包装？当地都用什么行销手法？ AI 给你的答案，基本上跟一个印尼当地人去问 AI 得到的答案会是一样的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你人明明在台湾，却等于瞬间拥有了一个具备80%能力的在地业务。你说这是不是超级武器？这完全颠覆了过去做国际生意的游戏规则，让小虾米也有机会去跟大金鱼斗一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手上有武器了，但俗话说，给你一把倚天剑，如果你脑袋里想的还是旧的武功招式，那也没用。所以重点来了，有了 AI 这个神兵利器，我们更需要升级我们自己的作业系统，也就是我们的思维。简立峰就提出了4个我们台湾人必须要彻底翻转的思维模式。第一个翻转，拜托，不要再觉得台湾2400万人的市场很大了。这个想法为什么危险？因为它会让我们习惯性的先满足国内市场，但这样开发出来的产品或服务常常会有水土不服的问题，很难直接复制到国外去。真正聪明的做法是，你从第一天起就要把自己当成一家外国公司，直接杀到你的目标国家，在当地进行国际化。第二个翻转，过去我们把海外当成工厂，像是一个临时的生产基地，用完就走了，对当地其实没有太多感情。但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把海外的据点当成是真正的市场来长期耕耘。你就想象成你是在那里开一家你希望可以传承3代的100年老店，目标是做到最深度的在地整合。第三个反转，这一点真的很关键。台湾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少子化，而是少国化。我们的社会长期以来只有包没有容。什么是包？就是我们把外籍移工当成是补充劳动力的工具人，我们给他们工作，但他们的生活圈跟我们是切开的。那容是什么？是真正把他们当成我们社会的一份子，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文化带进来，让他们的下一代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，成为真正的新台湾人。只有做到真正的共融，我们才有可能吸引到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。第4个翻转，我们要从单打独斗转变成世代共创。为什么要共创？你想想，年长一辈手上握有我们出海最需要的银弹，也就是资本，还有他们躲过无数个坑的经验值。而年轻一辈呢，则有最了解新科技的数位直觉，还有一股不怕死的冲劲。这两者结合起来，才是最强的台湾队，对吧？好，刚刚我们聊完了4个需要打掉重练的思维模式，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心法。那有了心法，我们还需要一套可以立刻上手的行动框架。简立峰就用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名词 GDP 来总结这个出海心法。这个 GDP 分别代表什么？第一个 G 是 Global View 全球视野，
简单说，就是不要再当天龙国国民了，你的竞争对手跟你的客户都在全世界。再来是 D，diversity， 多元化。这不只是肤色或国籍的多元，更重要的是想法跟文化的多元。最后是 P，proactiveness， 主动性。你想嘛，在一个这么多元、这么嘈杂的世界里，你不主动出击，机会是不会自己掉到你头上的。这3点 G、D、P 环环相扣。所以最后这个问题其实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。20年后的台湾会不会变成一个很安静、很平稳，但却没有未来的深山小镇？还是说我们能够抓住这个 AI 带来的历史性机遇，为自己也为下一代打造一个全新的未来？这个选择权其实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上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。首先，我们必须正视台湾面临的人口悬崖，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事。接着，我们的解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想办法，而是要勇敢地启动新大航海时代，用我们的资本去换取全球的人才和资源。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武器就是 AI， 它帮我们铲平了过去难以跨越的文化和语言壁垒。最后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脑袋要先升级，翻转那4个旧思维，并且在心中建立起 GDP 的全球心法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。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、加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